我现在面前的是苹果刚刚发布的 iPhone 15 Pro 和 iPhone 15 Pro Max， 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这次我们拿到的是 iPhone 15 Pro 的钛金属原色，以及 iPhone 15 Pro 的钛金属蓝色啊。我们先看这个原色吧。好了，1、2、3，当当啊！今年的钛金属原色，它虽然叫原色啊，但是我整体观感呢，它还要更偏近于灰色一些。我们先把机器拿到一边。虽然说我已经在发布会之后上手了，但是再次拿起这款手机，依然觉得很轻啊！这一次配件改变了 ，iPhone 15全系都改成了 USB-C 的充电接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包装盒里配备的是双 USB-C 接口的编织数据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钛金属原色的边框啊，也就是钛金属本来的那个颜色。然后后方呢，就基本上是一款淡灰色啊，就是很冷淡的那种灰色。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15 Pro Max， 1、2、3，当当，这个墨水蓝色发布会之后，其实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这个颜色啊。现在上手看呢，感觉比发布会之后好一点。我把 Pro 和 Pro Max 放在这里，然后各个角度呢给大家对比一下，底部都改成了 USB-C 接口。这个两个2选1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这个金属原色啊。iPhone 15 Pro 的评测视频，我们会从外观、设计、性能、拍照4个角度和大家分享体验。我们先说外观，如果去年深紫色带队的14 Pro 系列，我可以给到80分。前年远峰蓝领先的13 Pro 系列，我可以给到100分满分的话，今年15 Pro 4个颜色，我可能只能给到70分。最大的问题是深蓝色定位上和黑色太接近了吧？一些光线下看上去，甚至你以为是黑色，浪费了一个宝贵的名额呀。15 Pro 的蓝色与14、13、12几代蓝色并列摆在一起，大家可以说一说自己最喜欢哪个配色。其实对比前代深紫色，我感觉今年这个深蓝色啊和去年紫色它是一个色系的，就是那种藏青色的感觉。但是作为连续5代登场的功勋色彩，我就是不满意啊！我就想跟苹果说，能不能把远峰蓝像黑色、白色一样，就作为一个固定保留颜色，就锁了。这黑了2天还黑出感情了。拍后边这些镜头的时候，突然觉得蓝色好像也不错。你觉得好不好看？大家留言告诉我。金属原色所代表的灰色呢，可能是新配色中最受欢迎的那一个啊，温和、平实、稳重、干净，一体性最强。最重要的是这款颜色后盖它自带语音呢，就你怎么知道我买的是 iPhone 15 Pro 钛金属原色 1TB 无分气版本呢？别小看这句语音啊，就1万块钱的手机，就至少3000块钱，就是为了这句话。鞋带开了。单手系鞋带有点不太好记。我在微博上发起了一项关于颜色选择投票，有超过3.7万人投票，其中1.9万人选择入手原色，选择蓝色的超过了3000人啊。不过我认为原色有一个不足，它的温和反而是它的弱点，对比度不够高，让它不够夺目。所以今年我会把金属原色排在第2位。第1位的位置留给白色啊！之前几代我都没有选择白色的重要原因，就是我总觉得那个银色边框啊，它像个不锈钢的小勺啊。今年这个磨砂边框质感终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黑色呢，依旧是一个不错的求稳选择。我在现场对比了14 Pro 的黑色，实际观感两者比较接近，就很纯粹。今年外观最大的改变其实来自于材质 ，iPhone 首次采用了钛合金作为边框材质。我和不锈钢边框放在一起，给大家对比一下。钛合金最大的优势就是强度高、韧性好、抗腐蚀，最重要的就是轻啊，密度只有不锈钢的1半，直接让 iPhone 15 Pro 比前代写重了19克。19克是什么概念啊，同学们？让我们有请小青蛙。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一只小青蛙，还好，2只小青蛙，3只小青蛙，4只小青蛙，5只小青蛙，大家看这个天平呢是趋于平衡的，这就是他们2个最直观的概念。5只小青蛙呀！今年呢，苹果还特意在边框边缘增加了一道弧线。自从 iPhone 12开始以来，到现在终于不硌手了。我看我上手的视频，有些人说你看周文泽那个白色的那个 iPhone 啊，都已经刻出一个印子了。这个是它那个弧形边框的反光啊。大家看，你现在看这个好像也变形了，对不对？你遮挡一下就还好，你这个角度看这边好像也变形了。苹果选的这个钛合金，它的耐用度是完全够用的，大家这一点不用担心啊。那么问题来了，钛金属这么好，之前苹果为什么不用啊？钛金属有什么缺点啊？首先贵啊，第二
钛金属呢没有不锈钢那么闪耀。虽然说我不是很喜欢银色那个不锈钢小勺的边框质感，但我不得不说，彩色不锈钢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好看。那第三，钛金属的加工难度要比不锈钢大不少，所以说苹果先用 Apple Watch Ultra 跑了1年，跑通了流程，才在 iPhone 上量产。第四，钛金属和不锈钢一样，它也会产生划痕。那为了解决第4个问题，苹果寄出了物理气象沉积啊，在钛合金表面上镀了一层坚硬的镀膜。其实前几代那个不锈钢啊，它本身也不耐刮。之前12 Pro 系列那个银色不锈钢版本就特别容易出现划痕，然后苹果在13 Pro 那一代增加了一个镀膜之后，它才不容易被刮花。我需要说明一下，就是15 Pro 它的4个不同配色边框都做了 PVD 镀膜，即使是我手里这个钛金属原色，就是原色上边它也有一层镀膜，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出现划痕。发布会之后，很多同学特别担心说钛金属边框沾指纹的情况，其实确实是这样啊。这个油渍会让这个边框颜色变深，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颜色不均匀。你用纸巾擦掉的话，就会恢复原样。我用我的小油手使用了一段时间，我给大家对比一下，大家能看出这两个的差别吧？然后我再同时擦干净，再给大家对比一下。在接触小油手的时候，不锈钢呢会留下指纹，而钛金属则会颜色变深。这个位置大家能看到吗？就是我手接触过的和手没接触过的，就这个位置，它有一定的色差。然后这时候如果比如我接触一下，你看，就你只要手真正的按到这个键位的时候，这个色差就消除了。两者都可以通过湿纸巾擦除。我个人的使用感受呢，就这个边框变色，它干扰其实不是很大。你要是非常介意这一点呢，你就选择原色或者白色，它能好一些。iPhone 15 Pro 使用了 iPhone 有史以来最窄的边框，我对比一下14 Pro， 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而且特别有趣的是，苹果在缩窄边框的同时，没有选择去增大屏幕，而是保持屏幕尺寸不变，让机身尺寸变小。带来的改变就是手机宽度缩窄了接近1毫米，高度缩窄了接近1毫米，所有按键都往下移了，堪称致敬今年被下架的 iPhone mini 系列啊！所以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会称呼这款手机为 iPhone 14 Pro Mini a little bit 啊。不过也需要说明，今年手机厚度增加了0.4毫米，这个要比前代微微厚了一点。手感向来是一款产品最重要的环节。14 Pro Max 它的硬件超强，续航超长，但就是因为太重，我压根儿我就不愿意拿起来，所以我基本没有日常使用过 Pro Max。同理啊，这个 HDR 的屏幕你也不可能天天看 HDR 电影，5倍的长焦你不可能天天拍摄风光，唯有手感是从你清晨接触产品的第1秒钟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你放下手机安心入眠最后1秒钟的贯穿体验。这种体验超越了任何性能参数，能融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第二个外观改变就是从初代 iPhone 开始陪伴我们17年之久的静音拨片彻底退场，全新操作按钮正式亮相。这面按键默认状态下它还是这个静音功能的按钮，操作逻辑呢就是短按你可以快速查看当前的静音状态，然后长按是从静音切换到铃声，或者从铃声切换到静音，整个过程都是以灵动岛的形式存在的。之前的静音拨片大家可以从侧面那个红色的小条条去快速确认静音状态。那为了在15 Pro 系列上也能获得一个直观的反馈，苹果在时间栏旁边单独增加了一个静音状态显示。但是这个位置呢，我认为应该在全天候显示屏上同样同步一个这个状态，对不对？毕竟很多时候我并不想解锁手机，我只是想快速的查看一下铃音状态。而且全天候显示屏难道不是天生就为了显示状态而存在的吗？这面按钮呢，除了支持一键静音，还支持比如说一键去切换到专注模式，你也可以一键睡眠或者一键阅读啊，也支持一键开启相机模式。进入相机模式之后呢，短按是拍照，然后长按是录像。你这里边也可以切换成摄影啊、自拍啊、人像自拍啊等等等。人像自拍就更简单了，你想以前你进入人像自拍，你首先点亮屏幕，然后需要点击拍照的应用，然后选择翻转镜头，然后选择人像自拍，然后才能去拍摄。现在一键就可以直达了。你可以自定义为手电筒，你黑暗环境中可以快速点亮；你可以自定为语音备忘录，就长按是开启录音。另外，比如说像爸爸妈妈上了年纪，眼睛有点花的看不清，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定义为一键开启放大器。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以前的放大器啊，对于很多家长或者长辈来说，那个操作入口不够直观。现在有这个按钮，可以说方便太多了。再往后方有一个辅助功能，这个辅助功能呢，就是专门给有障碍人士他们来使用的。这枚按键真正的杀招其实是快捷操作，你可以实现很多日常需要比较复杂点选的功能。比如说你开车回到小区了，你这时候你就可以快速的一键开启家里的空调。比如说你晚上准备睡觉了，你就可以一键进行关灯。比如说夏天你在饭馆吃饭啊，它特热，这时候你可以一键去远程遥控车里的空调，提前降温。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了，你可以一键开启听歌寻曲。
经常出门这个拉肚子啊，你也可以一键去寻找周边的厕所。静音拨片和操作按钮哪一个更好用呢？如果我们只从静音功能一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还是拨片更好用，毕竟它更直观，你可以查看静音和铃声的状态。但是如果从功能角度上来说，操作按钮应该更好一些，因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用户他的手机就是常年静音震动的，我就是这类用户啊。就是因为我常年静音，所以拨片这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对于这部分用户呢，一个真正的可以实现个性化定制的按钮就实用太多了。外观上的第3个改变 ，USB-C 接口终于来了。Lightning 接口第一次登场是11年前的 iPhone 5那时候了。优势呢就是体积小，然后节省内部空间，正反都可以插拔。但是缺点呢，自然就是走到哪儿都需要专门给 iPhone 带一根线，对不对？今年升级到 C 口之后，终于支持 USB-C 3.0的高速传输了，你可以快速拷贝啊，你可以无延迟的投屏。iPhone 15 Pro 插上 USB 3的数据线啊，需要说明啊，这一次 iPhone 15 Pro 它虽然支持 USB 3的速度，但是随包装里带的那根数据线呢还是跟之前的速度一样。所以如果大家想追求高速，可以自己再选购一根这个 USB 3数据线。然后我同时给 iPhone 14 Pro 和 iPhone 15 Pro 拖入一个 1.72GB 左右的视频，大家看啊，1、2、3，走起。1、2、3，走起！3虽然说晚传了几秒钟啊，但是现在已经强势反超。哎，2.0的速度有一点点下降，3已经快跑到结尾了，2跑到一半。哎，大家特别关注的，你可以用包括安卓在内的任何的 USB-C 数据线来进行满功率的充电、满功率的传输。2个使用场景，升级到 C 口之后，你可以直接连接 U 盘或者移动硬盘来传输内容，可以直接在 U 盘上看电影，你就可以直接从这里看电影了。当然，有的格式呢，它不支持直接在文件里播放，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对应的播放器，打开就可以了。这就相当于无形之中用一个小小的100-200块钱的移动 U 盘给你的 iPhone 进行扩容了，对不对？出差的时候电影存不下，就存在 U 盘里，插上直接就可以看。第2个场景呢，就是现在可以通过 iPhone 直接给 AirPods Pro 进行充电了。发布会上说可以直接把视频录制在移动硬盘里，这个我测试了一下，在录制视频的时候选择录制 ProRes 视频的时候，直接插上移动硬盘，它就会自动显示存储到 USB-C 的设备中，并且呢，上方会出现一个根据你这个移动硬盘的空间去自动估算剩余拍摄时长。改动到 USB-C， 我看很多人都欢呼啊，但是我觉得它也是有问题的。之前大家买的所有的 Lightning 的配件都不能用了，改切口确实出差的时候它少带了一根线，但是家里的包括游戏手柄啊、无线充电器啊、麦克风之类的一系列配件，真的就没有办法用了。你想，11年啊，全球卖出去了多少 Lightning 的配件？这次更新之后就失去了基本的价值了，所以这个升级呢，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费钱的升级，就是因为我有好多配件我都需要重新购买了。顺便说一下充电的速度，实测 Pro 最高支持20瓦充电，半小时充电57%，1小时充电86%，Max 支持最高25瓦充电，半小时充电52%，1小时充电84%。性能部分，这次 iPhone 15 Pro 发布了全球首款3纳米芯片 A17 Pro， 跑分啊，放个图大家自己看啊。因为性能狗 PerfDog 目前还没有适配 iOS 17，所以我测试了一些使用场景，其中同时拍摄15分钟 4K 60帧视频这个场景，15 Pro 系列发挥不好啊，发热要明显高于14 Pro 系列。我用了2天，我确实感觉在拍摄、拍照这2个场景，确实这个位置容易发热。我不知道后续固件能不能把这个发热给拉下来，反正这2天在拍照和录像的时候，确实要比14 Pro 系列发热更高。看视频呢是正常的，实测和前代2个型号耗电量几乎相同，包括日常刷微博、看抖音这些也都不热，主要就是拍照这个场景很容易发热。这次在 A17 Pro 加持下 ，iPhone 可以玩主机游戏了，就真的是 PS5 上的游戏，《生化危机8》，好家伙！我一个超级胆小的人，半夜12点，我给大家测试《生化危机》，我的妈呀，差点没给我吓死啊！这款游戏呢是在2021年发布的，然后当时是在 PS4、Xbox One 平台上去玩，然后后来也可以在 PS5 上玩。咱就是说，第一款引进的这个主机游戏就不能弄一个就是轻松愉快一点的吗？他自己爬出去了。好了，这次不是升级到 USB-C 接口了吗？直接插到这里上边，我手机的内容就自动投屏到我的显示器上了，然后你可以直接在上边进行操作。我们现在呢就打开这款游戏，目前分辨率这个位置，我自己的理解它是锁死的。它这里 HDR 模式是开，然后分辨率是1560×720。
当然，这个分辨率呢，在这种大显示器上看呢，这效果就差一点了。然后下边帧率目前是锁死30帧，现在看还可以吧。投到大屏效果肯定不如在手机上好，肯定不如这个游戏机原来的那个效果好，但是总体来说还可以。大家就看看这个流畅度就行啊，就现在这个流畅度是非常非常够了。这款游戏呢，目前还没有正式在 Apple Store 上下架，不是上架啊。哎呀！ Friendly. 啊！ Who are you? Who sent you? Nobody. There was an accident down the road and... What's going on? Oh 哎呀，我的妈呀！这大半夜的，我不行了。Oh no. They're coming. Who is? What the hell was that? You have a gun? What? Please tell me you have a gun. No, why would I? 完了，他有把枪，我就有个小刀。怎么用啊枪啊？没教我呀。Tell me what's out there. Hey, are you listening? Hey! 哎呦我去！ What the? 啊！哇！哇！ What the hell? 就到这儿吧。我真是被吓死了，就这样到这儿吧啊！这个部分就是苹果软硬件结合生态的力量了。虽然说它肯定达不到主机游戏那种画质，但是游戏的操控、游戏的解谜这些环节同样有趣。最后我们来聊聊 iPhone 15 Pro 系列的影像部分啊。我先说这次软件上的思路进化呢，其实要比硬件更有趣。但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同学他们更关心Pro Max 上这枚5倍长焦镜头，所以我们先聊聊这颗镜头。 看一下，从4.9变到5，大家注意这个效果，看到了吗？变过来了一点，然后剩下的就可以一点点拉。现在苹果给的最高是25倍的一个数码变焦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从5变到4.9啊，5，感觉到了吗？4.9，5。首先，苹果利用4次光线反射去缩小这个镜头模组，所以我们看这款手机虽然有一个5倍前望，但实际这个镜头模组并不是很大很厚。那搭配前望镜头中首个3轴传感器防抖技术，拍完照就完全没有算法合成，就是按下快门的那一秒，照片就立刻呈现。就这种思路呢，它的优势就在于快，抓拍能力极强，哪怕运动的对象也能快速的捕捉。但是弱点呢，就是暗光下噪点是真不少。我们来看一组样张对比啊，我把焦距都调到10倍啊，就是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画质，还是三星的这个10倍光学变焦画质是最好的。然后小米呢，我觉得也要微微领先苹果一些啊。华为呢，通过3.5倍镜头。算法合成10倍照片呢，就要略弱一些。现在呢，做5倍镜头的手机厂商也并不多，所以说直接找对比呢还不太好找，所以大家知道一下水准就好了。iPhone 15 Pro Max 这枚5倍前望镜头呢，它的画质表现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表现其实很好，但是一旦暗光下，它这个镜头特点也非常明显，就是它没有使用多帧合成。如果一般暗光下画质还不错，特别是对于这种纹理细节的还原，但是如果到了很暗的环境中，那噪点就会非常的多。相比之下呢，华为和小米都使用了多帧合成，有一定的涂抹感，但是没有噪点。拍视频的话 ，iPhone 还是非常有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暗光环境对华为和小米的长焦镜头，无论是色彩准确性还是清晰度 ，iPhone 这颗镜头的表现都很棒。5倍拍人像的效果，我个人很满意，就抓拍能力非常强，哪怕是刚才我们提到运动的老哥，也能快速的抓拍，并且支持后期去调整焦点。我也可以选择背景的焦点，比如说我现在选择后边这个人，看到了吗？前景它就慢慢的虚掉，我可以让它再虚化一些。这张是用5倍人像拍摄的，扮演卓别林的小哥，哎，是不是有点那个调调？这张菲欧娜公主，我给大家放大看一下细节啊，就是完全不涂抹，完全不合成。面部画质呢，你不能说就很纯净吧，但是优点就是没有大家之前很怕的那种锐化效果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喜欢拍照，我是该选择3倍长焦的 Pro 呢，还是选择5倍的 Max 呢？我给大家的建议啊，镜头呢，首先它不是倍数越高越好啊，而是越适合你的越好。如果你日常拍摄这种近物更多，或者你更多在小世界里生活，那么
3倍更合适。如果呢你平时拍摄远景更多，你喜欢去大世界旅行，那么5倍更适合。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想拍摄就在这个画面占比差不多的人像照片的时候，5倍。镜头距离模特呢，大概得是这样一个距离。日常大部分用户可能很难找到5倍这么大的空间拍摄吧，但是3倍呢是这样一个距离。所以对于大部分用户啊，我说大部分用户，5倍呢并不是拍人或者拍静物的最佳选择。同时，因为它直接跳到了5倍镜头，导致它没有3倍镜头，所以你在拍摄3倍这个画面的时候呢，Max 反而是落后于 Pro 的。同样拍摄一张我的暗光人像，大家先看一下拍照地点距离我的这个位置啊，对比一下这个空间感，然后再来看一下最后拍摄出来我的脸型。虽然都是我，都拍我，但是5倍镜头中，大家能看到吗？我的脸就会更宽，这就是不同镜头所带来的这种差别。一般来说呢，2倍到3倍镜头焦段，它是更接近真实世界别人看你的样子的。所以对于选择是 Pro 还是选择 Max， 首先我自己会选择 Pro， 但如果你实在是困惑啊，是买大还是买小，那么我一句话总结，就是建议大家从屏幕的大小来选择自己需要的机型，就你忘掉3倍或者5倍变焦，你喜欢大屏手机你就选 Max， 你喜欢小屏你就选 Pro， 因为日常拍摄最多的焦段其实还是2倍和2倍以前的那个焦段。这个位置我多说一句大家所关注的点啊，鬼影还是存在的啊，但是我实际测试我发现现在小米和华为好像也有鬼影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光学要求导致的，三星是没有鬼影的。另外，基本不会出现锐化了。其实14 Pro 那个锐化情况就已经好很多了，13 Pro 是锐化的重灾区。那说完长焦，我现在来说一下苹果的影像新思路啊，3个新思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更高、更小和更快。我们首先说更高。苹果这次在15 Pro 系列上升级了默认拍照的分辨率，达到了2400万像素。苹果呢，它是先将传感器像素4合1，然后拍摄一张光影质感非常出色的1200万像素照片，再和传感器的4800万像素做融合，对比14 Pro 的主镜头拍摄。大家可以看这个广告牌上的这个字体啊，你看到了吗？这张光线的色彩其实非常接近，但是放大看细节，你会发现这个效果差不小啊。同样，我们再对比一下大家很期待的小米和华为啊，同样一个场景，你就能够看出这次把默认提升到2400万像素，它的效果非常的直观。在做这个评测之前，其实我在想，当初华为第一个做了5倍长焦，对不对？带着一大堆安卓厂商都卷5倍，但是现在大家其实都回到了3倍到3.5倍。苹果这个时候选择入场5倍镜头，会不会思路有一些错了呢？但是苹果似乎已经给出了一些预告啊。这次我们看到，除了主镜头能拍2400万像素之外，它还增加了28毫米焦段和35毫米焦段这2个焦段，它也是通过1200万像素拍摄照片，然后再和4800万高像素合成，生成一张具有光学画质焦段的照片。如果我们说如果 iPhone 16或者 iPhone 17，苹果把这项技术使用在主镜头上，实现3倍甚至4倍变焦的时候，光学画质是不是就和5倍的潜望镜头顺利会师，进而实现出真正的连续变焦了呢？我认为这是苹果对未来的规划，毕竟它现在已经2倍镜头解决了，靠计算摄影去突破距离的限制，这个部分我们拭目以待。第二个思路，更小。这个更小呢，是指对照片体积的控制。通常情况下，一张照片体积越大，是不是存储的信息就越多？那画质是不是就越出色？但是我们看一下，同样的场景，华为这张照片呢是3.4兆，小米这张是3.5兆，而 iPhone 是2.1兆，就是只花费了60%的存储空间，但是获得了一个更好的效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侏罗纪海岛的照片，小米这张是4.7兆，华为是5兆 ，iPhone 是3.6兆。也就是说，假设同样100GB 的存储空间，其他手机存满了，但 iPhone 还有40GB 可用。有同学说了，苹果你别瞎替我选择啊，我买这个1TB 大存储版本，我不在乎那一张照片那点容量就没有问题啊。你可以在设置中找到除了我们前一代让我们很震撼的那个4800万像素 ProRAW 格式之外，那一张照片是70多兆，对吧？现在15 Pro 上还新增了把主镜头拍照扩展到4800万像素，更强解析力，或者更适合社交网络发布却又拥有更出色画质的1200万像素的 RAW 格式可以选择。需要注意啊，即使是4800万像素输出，它的照片体积也只有5兆左右，依然能够存储海量的照片。我认为苹果的思路，它对于大部分用户不追求绝对的画质啊，对于大部分用户，它追求的是画质存储分享这个过程的平衡。而对于特别追求画质的进阶型用户呢，那这个都开放给你，对吧？你随便玩。第三个思路则是更快，就是在 iPhone 15 Pro 系列上，苹果在主镜头默认拍照中呢，增加了对人物、小猫和小狗这3种它识别，
就是你默认拍照模式下，如果这画面中识别出的有人或者有小猫有小狗，那么屏幕下方呢会出现一个光圈的标识，代表着它悄悄的已经开启了人像模式。比如说我拍摄一张我举着我们家那个小猪 Plus 的照片，这是一只17斤的小猫，好家伙，拍这张照片差点没给我累抽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拍照，但是我可以通过后期去设置我的景深效果。在这里我点击编辑，然后编辑的过程中呢，我可以打开人像。如果打开人像，大家看啊，哎，它有一个默认推荐值，它默认推荐到光圈 f4.5， 然后这个时候我给大家放大一下，大家看一下啊，我就可以把它光圈调大一点，看到了吗？这个时候小猫 Plus 它就被虚化掉了。最有趣的是，这张照片我可以选择小猫 Plus 作为这张照片的焦点，哎，看到吗？它有一个非常平滑的变焦过来，现在就是一脸懵逼的小猫 Plus 作为这张照片的主角了。然后你也可以去调整背景虚化，从而调整我后边的清晰度，你可以让我有一些存在感。也就是说，在这一瞬间 ，iPhone 拍摄了一张具有亮度信息的2400万像素照片，拍摄了一张具有景深信息的可以后期编辑的人像虚化照片，还拍摄了一段3秒钟的 Live Photo 小视频。我问苹果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功能，得到的回答是，苹果不希望用户错过每一个精彩的瞬间。以上这3个思路是我这次拍摄 iPhone 15 Pro 拍照部分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在今天视频的结尾，我想说一下即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会推出的空间视频，也就是说通过 iPhone 15 Pro 将可以拍摄立体的空间视频，然后并在明年即将发布的 Apple Vision Pro 上进行回看。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的视频是具有空间感的，是具有立体信息的视频内容。今年6月，我体验完 Apple Vision Pro， 我把那个空间视频那个功能也分享给大家之后，就收到了很多网友的私信，其中有一个网友私信就问我说，他妈妈现在就身患重病，然后他想买一台 Vision Pro 之后，利用空间照片和空间视频记录一下妈妈最后的时光。我认为苹果的目标从来都不是做到拍照画质最强。如果你问我拍照画质是不是最好的，我毫不犹豫的回答你不是的。但苹果在做的是凝固那个瞬间，就是让你打开照片和视频的那一刻，就仿佛回到从前。iPhone 已经发布17年了，它像河流一样源源不断地滋养了苹果生态10几年。从有线耳机 EarPods 催生出了 AirPods， 可能永远地改变了耳机行业。用 iOS 的软件商店去奠定了 iPad 的江湖地位。在这之后，又联动 Apple Watch，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家家厂商所生产的手表都主打健康功能。而现在 iPhone 15 Pro 系列又开始联动 Apple Vision Pro， 我希望大家以后都有机会能够亲自去体验一下那个空间视频，也能够真正的用手机去记录下许许多多生活的瞬间，真的感受到科技的温度，真的感受到科技是以人为本。iPhone 15 Pro 系列是 Apple Vision Pro 发布前的最后一款 iPhone 了。那么明年春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这2款产品将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从而引领苹果的下一个10年。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